咱们海鲜店今年的利润是100万。建兴，这30万是你的。小海，这30万是你的。谢谢爸。国明，这1万是你的。爸，为什么我只分1万？这1年来是我一个人没日没夜的经营海鲜店，是我一个人熬夜维护设备，起早贪黑的养活海鲜。好了，国明，秀秀和慧慧家的孩子都在上国际学校，花费的多。您还知道他们家的孩子在上国际学校，可我们家的妮妮呢？她上的是最普通的小学，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她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好了，国明，你们俩是家里的老大，就因为我们是老大，所以我们就该拿的最少吗？够了，我这3个女婿里就属你条件最差。你说要不是大家合伙开了这个店，你能做什么工作？就是。开店的钱是我们和爸出的，一个看店的还在这邀功。马秀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姐夫是技术入股，而且海鲜店日常的经营成本也全是我们在出啊。爸，技术？姐，你自己说说，看个店养海鲜需要什么技术？就是看店嘛，是个人就能干。好，那这个店我不干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家人为了帮你，给你一份养家的营生，你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姐夫，爸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爸要是被你气出个好歹怎么办？哎，这做人啊，最重要的是孝道，百善孝为先嘛。我的这2个妹夫每天把孝字放在嘴上，但是之前岳父生病住院，他们一分不掏，是我和妻子尽心尽力照顾。那个时候海鲜店最需要人手，他们也根本没有来过店里。现在我却是他们口中那个不孝之人。还真以为这一个店没了他就开不下去了吗？这个时候他们当然不知道，连海鲜品质都无法保证，这个店他们怎么可能开得下去？爸，你要是一碗水端平，我也没什么说的。可你才给国民1万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大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要是没有我们，大姐夫指不定在哪儿打螺丝呢。是啊，白拿1万也不少了。国民，我们走。走了就别回来。爸，您消消气，咱别跟他置气。我觉得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大海鲜店的投入。对，咱们把整个店面扩大，再多招一些店员，这样形成规模了，咱们的利润会更大。那样风险会不会太大？哎呀，爸，有什么风险呀？姐夫那样没文化的都能干好，我们4个还干不好？好，那这100万利润咱们就不分了，全部投到店里，各家再分别拿出20万扩大店面。到时候咱们可就不止100万利润了，可能是300万、500万。你们说到时候大姐会不会带着姐夫回来负荆请罪呀？到时候发现连看店都没他的位置了。爸爸，媳妇儿，为了咱们自己，也为了闺女有更好的未来，我想自己开店。老公，我支持你，不蒸馒头，争口气。开店做生意，地段最重要，而这里是周围最好的地段。家里积蓄11万，再加上贷出来的20万，足够把自己的店开起来了。你好，我要租店铺。房东，这房租怎么算？这地段好，人流量大，房租自然也贵，1年你就给24万吧。20万，我跟你签3年合同，租不满我赔你违约金。你要真能签3年，20万就20万，要是违约了得赔双倍。这些东西我能用吗？上家做生意留下的，但是已经坏掉了，一直修不好。你想要就留着用吧。房东并不知道，除了店铺的地理位置，我更看重的是这2台养海鲜的设备。这2台机器跟岳父店里的机器是同一型号，都是国外进口设备。缺点在于一旦出现故障，一般人很难维修。对比起来，岳父店里的机器是旧机器，每天都需要进行维护保养，保养维护的不及时，机器就会坏。机器一坏，别说海鲜的品质了，海鲜都要死。而这种进口型号全是就我一个人会修。爸，跟我们店有深度合作的吴老板联系到我了，说有一批高端大黄鱼要送过来。咱们现在店铺扩大了，要是再把这单大生意做下来，那咱们就发了。赵国明跟我说过，那些高端海鲜很难伺候，他们对水温、水质要求很高，对机器维护保养要求也更高。大姐夫在店里待了那么久，除了会记个账、开个门，他还会什么？他说维护就维护，他懂个屁！这批鱼货我亲自送过来了，合同你们看看。吴总，这批鱼货交给我们，您放心。但是丑话我说在前头，3天后我要用这批鱼，这些鱼如果出了问题，你们要按照市场价格得2倍赔给我。吴总，您就放心吧。我们之前有过合作，海鲜的鲜度和品质的确比其他家都好，所以我才选择你们。哦，对了，之前都是小赵负责这一块，他人呢？我姐夫啊，他今天不舒服请假了，您找我们就行。好，我还是比较信任小赵，我的这批大黄鱼可一定要让他帮我养好了。爸，快签字啊！只要我们把这批高端鱼养好了，
咱们能赚30万。我呀，在家族群里告诉下大姐夫这个喜讯，让他知道这个店离了谁都不行，唯独离开他一点儿不受影响。又是一笔大单，某些人现在明白了吗？到底是谁在给店里赚钱呢？野生大黄鱼对于水温水质要求最挑剔的鱼类之一，如果他们不对水温水质实时监控调节，根本养不活，最多2天这些大黄鱼都会死。现在国明不跟咱们干了，这店里离不开人，你们都有工作要忙，我身体又不好。爸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表弟郑奎就在市区，等会儿就过来上班，1个月给他3000，3000是不是少了点儿？国明1个月是4000块。爸，是咱们以前给赵国明太多了，3000块才是正常的市场价。可惜那位拎不清，还真以为离了他，这店就不赚了。这些设备总算修好了，设备正常运转，店也能转起来了。各位老顾客，明天国民海鲜开业，欢迎光临。第一批货全是精挑细选的，品质绝对好，明天一定去捧场。赵老板一定给我挑好货，这批鱼货卖出去，这店就算立住了。海鲜的高品质将会迅速拉回老客户。哟，姐夫2天没见，我还以为你去外地打工了呢，怎么在这家小破店看店了？这家店虽然小，但是海鲜的品质绝对很高。行了，你又想说是因为你店看得好，鱼养得好，所以海鲜品质高，对吧？哎，慧慧，姐夫看店的水平的确很不错的。姐夫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家里的海鲜店现在已经扩大了好几倍，现在是这几条最大的海鲜店，还签了一份70-80万的大单。爸说了，你要是想回来看店，工资给你涨200。在海鲜品质都无法保证的前提下，盲目扩大投资，真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自信。另外，按照行业的规矩，一旦寄存的海鲜出了问题，需要双倍赔偿。这份75万的大单将会是你们血亏的开始。不用了，谢谢爸的好意，我这里挺好。行，姐夫，我们也是正好碰到你了，顺便跟你说一下，还有今天是爸60大寿，爸说了，大家都得回家。老公，你说有的人连1分钱分红都没有，他拿什么给爸买祝寿礼啊？会不会很丢脸呀？爸，我一定给您准备一份最满意的大礼，一份能把您从泥潭里拉回来的机会。但是要看您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了。姐夫，听说你们的海鲜店现在规模扩大了好几倍，1年能赚好几百万呢。是啊，现在姐夫的海鲜店已经是周围最大的海鲜店了，姐夫现在可是大老板。这都是几个孩子的功劳。爸，这是我们小两口给您买的2瓶好酒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爸，这是我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鳄鱼皮带。爸，这可是国外的名牌。好，我老马也穿上国际名牌了。对了，老大家那2口子呢？估计在看店呢吧。你说兰兰怎么就嫁给那么一个人了？又没文化又没背景。3姨老舅，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我那个大姐夫啊，嫌弃爸给他分红少，人家现在去别的店打工了，估计买不起礼物，怕来了丢人吧。哟，大姐、姐夫，你们怎么不等寿宴结束了再来啊？你们也好像没告诉我寿宴的时间吧？行了，来了就不算晚，但是也不能空手来吧。国明说给爸准备了贵重的礼物，是吗？那姐夫，你快把你的礼物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呀。国明，你说你给爸准备了贵重的礼物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的这份礼物价值150万。我的这份礼物价值150万。姐夫，你不是脑子烧坏了吧？你给人打工1个月几个工资呀？能买得起150万的礼物？姐夫，出门在外面面子是自己挣的，可不是吹出来的。大家先别笑，我觉得以姐夫的为人不会说这种话。姐夫，你把你那价值150万的礼物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呀。是啊，姐夫，我怎么看你是空着手来的？礼物呢？国明，好，那就让大伙儿看看我带的礼物。姐夫，你不会说你在纸上乱写几个数就值150万吧？没错，这4个字就值150万。够了，赵国明，你嫌不够丢人吗？水温不超过26度，盐度不超过30，含氧量保证在6到7毫克每升之间，水流速在0.3到0.5米 ，pH 值7.8到8.35。
赵国明，你在说些什么？如果水温水质做不到我说的这些，你们那些昂贵的大黄鱼全都会死，你们将赔偿150万。您说我这份礼物值不值150万？水温26，盐度30，含氧量7，水流速0.5，pH 值7.8，这些数值是大黄鱼能否存活的生死线，价值150万。姐夫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初中文化吧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是啊，我家建新可是硕士学历都没有在大家面前显摆，你这是正在跟大家显摆初中物理知识吗？也不能说姐夫写的这些数字一点道理没有。养海鲜的确需要控制水温水质，但是作用也没那么大吧？150万，姐夫，你是不是看到爸和我们要大赚一笔，你一分也分不到，所以故意在这儿气爸呀？不是的，国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些数字就是你们能不能赚到这笔大单，要不要赔150万的生死线。够了，你给我走！我老马家店赚还是赔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爸，我说的都是对的。不要叫我爸，我受不起。岳父，我是真心实意为你好，可惜您终究还是不领情。如果不按照我说的那些标准调控水质水温，那些金贵的大黄鱼今天就会死。爸，您别跟大姐夫置气，估计啊，他就是想在亲戚面前找点面子。我当初真是糊涂，就不应该同意你们大姐的婚事。完了完了，鱼完了！小葵啊，我们刚商量了，只要你干得好，下个月再给你涨500。不好了，表哥，海鲜恒温机坏了，大黄鱼翻白肚了，全完了。什么？鱼全死了，那批鱼要死了，咱们得赔150万。小葵，你听我说，赶紧叫人来修，我们马上到。我的鱼啊！你怎么看的鱼啊？他们正在维修呢。怎么样，能修好吗？这是进口的海鲜恒温机，我们修不了。求你想想办法，多少钱都行。我倒是认识一个人，咱们这一片只有他修这种进口的恒温机。那人叫什么？电话快给我！那人姓赵，叫赵什么明来着？赵国明。对，就叫赵国明。只有赵国明能修这种机器。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人？2个手机号一模一样，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全家人为了帮你，给你一份养家的营生，你说不干就不干了？你给谁脸色看呢？打电话给他。可是咱们所有的积蓄都投进这个店里了，你想看咱家破产吗？怎么样？他把电话挂了。我在家族群里艾特他，店里机器坏了，你赶紧过来修。机器谁都能修，让某人修是给某人个台阶。快点来！台阶嘛，我还真不需要这个台阶。抱歉，我现在有重要的事，走不开。忙？就他这个德行，工作找不到，他能忙什么？他不就是想趁火打劫，多拿一份钱吗？继续给他打电话，就说我们多给他2000。您拨打的电话。爸，他关机了。这混账，好不容易指望他一次，他就摆上脸色了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他在前面那条街的一家小店。走，我亲自去请他。那不是赵国明吗？他忙，我看他清闲得很。爸，
赵国明真是没脸硬装，没了咱店的生意，跑来这里当搬花篮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自己要开店呢。就赵国明那个条件，他能开得起什么店？搞不好就是他故意搞坏的机器，为的就是让爸向他服软。没错，要不然为什么他刚在寿宴闹了一场，机器就坏掉了呢？行了，别在这儿装了，快去店里把机器修了，大不了给你2000块钱。抱歉，今天新店开业，我确实走不开，而且现在修也已经晚了。够了，赵国明，你摆什么谱？你什么条件我们不知道吗？这么大的店，少说也得几十万，你开得起吗？就是装什么呢？还非得让爸求你吗？是吗？好，那你们看看我开不开得起。他真的自己开店了？他哪儿来的钱？哪儿来的？要么是借的，要么是贷款呗。贷款开店，看来姐夫为了面子不管不顾了。就是，附近这几条街哪家海鲜店能有咱们家生意好？他在这里开店肯定赔钱，而且他一个新店，要客户没客户，要口碑没口碑。你看今天开业连个捧场的人都没有。还知道开店重要的是客户和口碑，可惜你们连海鲜的品质都无法保证，怎么去赢得口碑？又怎么维护客户呢？胡闹！为了争个面子，贷款开店，你考虑过马兰吗？开几天把钱赔了，让马兰跟你吃一辈子苦吗？是我支持国民开店的。谢谢你，老婆。我不但要争这口气，更要争我们一家的未来。你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好，我不管你们了。喂，吴总，什么？明天要用那批大黄鱼？好，是吴总，他明天就要用那批大黄鱼。什么？赵国明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岳父，你就赶快把机器修好。爸，来不及了，现在就算修好了，鱼也保不住了。什么？爸，大姐，你们这是要气死爸吗？爸只是给你们少分一点钱而已，你们就这么气爸？小妹，你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大姐夫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再怎么说，大家也是一家人啊。一家人？你们把我们当成过一家人吗？我看就是你故意弄坏机器，故意来气爸的。在出问题之前，我已经多次提醒你们，野生大黄鱼一定要注意的水温、水质要求，你们不听，出了问题反而说我故意气爸，这是人话吗？国明，你还是帮忙修一下吧，别让爸急坏了身子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修。看在妻子的面子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。完了，那些鱼明显是活不成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得赔150万，再算上扩店和装修的钱，我们岂不是要血本无归吗？这可咋办啊？我倒是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快说！这些鱼肯定救不活了，与其砸在手里赔钱，不如转给赵国明。什么？把死鱼转给赵国明，能行吗？他又不傻，这些鱼肯定就救不活了，他接手了就得赔150万。而且之前他跟咱们闹成那样，他现在肯定铁了心就想看咱们笑话，可能需要咱爸出面了。哎呀，爸，咱们可是把去年的利润和积蓄都投到这个店里了，要是再赔150万，我们会血本无归的。就是啊，爸，要是赔了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。可是赵国明他又不傻，他能同意吗？爸，您就这么说。好了，设备修好了，但是切记一定要定期维护，否则还是会出故障。国明辛苦了。爸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和兰兰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爸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国明，以前店里的高端海鲜都是你养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自己新开了店吗？这批野生大黄鱼就转给你吧。什么？爸，这些鱼都要死了，你转给国民那不是要害他吗？这批野生大黄鱼价格昂贵，最少价值75万，按照行业规矩，如果要是都死了，至少得赔偿对方150万。所以爸，您这是要我替你们赔这150万吗？所以爸，您这是要我替你们赔这150万吗？国明，爸也是没办法呀。我们把去年的利润和这些年的积蓄都投进这个店了，要是赔了，我们可就没法活了。那我赔150万就能活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秀秀和慧慧他们两口子血本无归呀。
他们本来开销就大，接下来该怎么生活？他们是你的孩子，那马兰就不是吗？他们的孩子需要好的教育条件，难道我的孩子就不需要吗？他们赔了钱没法生活，我们就能吗？哎呀，国明，你俩是家里老大。抱歉，他们不是我的子女，我和马兰没有这个义务牺牲自己去帮他们的。爸，马兰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，就让赵国明把这批鱼接手了，要不然你就当没我这个爹。什么？爸！果然和我猜的一样，我只是没想到我的这位岳父会这么不顾脸面。国明，我们走。走了，你就别再回这个家。爸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国明，我们……等一下，这些鱼要什么？这些鱼我要了。什么？这些鱼你都要了？没错，我要了。好，那可不能反悔。对，不能反悔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会服软。老公还得是你。国明，不行，这些鱼肯定救不活。咱们接受了那150万，就得咱们赔了。哎呀，大姐，大姐夫这个人一向最重感情，他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爸伤了和气呢？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啊。呵呵，一家人，还真是一家人啊。但是你们还是算错了一步，这些鱼在你们的手里必死无疑，但是在我的手里，我可以至少救活90%以上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建兴，快把转让合同拿来。对，家人是家人，生意是生意，毕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姐夫签字啊！着急让我赶紧接下这个烂摊子，对吗？可惜你们不知道，你们送给我的是一场泼天富贵。姐夫，咱们说好的不许反悔啊！这批鱼我接受可以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你还要跟我谈条件？爸！行，什么条件？你说吧。这一次事情之后，你们的店无论亏盈，都跟我和马兰没有半点关系。我们自己店的盈亏也和你们无关。这……同意，对，同意。爸，他接了这批货，肯定赔得底朝天，到时候肯定找我们借钱。对，这样正好跟他划清关系，省得他跟我们借钱。好，我同意。第2个条件呢？这批鱼我只能半价拿。这批鱼我最多出半价，而且钱我要3天后给你们。什么？半价？半价？那不行，那我们得赔30多万呢。就是，不能把我们当傻子。姐夫，你不能太过分了吧？把快死的鱼强行转让给别人，现在反过来说我过分，这些人还真是把厚颜无耻发挥得淋漓尽致啊！我过分？就是啊，这批鱼我们可是花75万。国明，一半的价格咱们也不拿，从此我和他们互不相欠。等一下，半价就半价，签！爸，半价我们亏大发了。就是啊，咱们本钱还没回来呢。那至少能回来一半。要是不卖掉，咱们可不是亏本，是要双倍赔偿。就在我老丈人一家正在窃喜，让我成了接盘侠的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已经在盘算这笔接盘将会为我带来多少利润。这一批鱼货最少可以赚40万以上。国明，你真的不用因为我接盘。放心吧，老婆，这是我们翻身的开始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咱们不蒸馒头争口气。老板，这些鱼眼瞅就活不了了，拉回去肯定卖不出去吧？没事儿，装车马上回店。姐夫，咱们合同已经签了，你现在反悔可没用哦。没错，而且咱们也说过了，2家店无论亏盈没有瓜葛，要
要是你赔了，可别找我们借钱。两家没有瓜葛，互不相欠，你们也要记住这个承诺。哦，对了，姐，忘记跟你说了，这批货是吴老板的，他明天就要用这批鱼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拿不出鱼啊！拿出死鱼也不行啊！那就谢谢家人们了。刚才他说啥？谢谢我们？他是傻子吧？这批货成本加上赔偿款，他得赔小200万呢，他还谢我们？没什么文化，估计这笔账他根本算不明白。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他们只能卖房赔这笔钱了。爸，他不卖房子就是我们4个卖房子了。周海和二姐夫都是有体面工作的人，要是卖房赔钱，那您老的脸往哪里搁啊？爸，您就别瞎操心了。您刚才没听见吗？人家自己都说了，无论赚与亏，以后都跟咱们没关系。没错，说不定啊，人家胸有成竹，觉得这笔买卖自己稳赚不亏呢。我已经通知吴老板了，他的这批大黄鱼已经转给了赵国明。要不然天咱们去他店看看，得罪了吴老板，那可不是简简单单赔钱那么简单了。吴老板不是说相信赵国明吗？我看这次彻底得罪了吴老板，他还怎么开店？明天呀，有好戏看了。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就在他们计划明天看我好戏的时候，我的大黄鱼马上就会恢复健康。明天这场好戏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看得尽兴。昨天这批大黄鱼在更换了合适的环境之后，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，大部分恢复了，少部分的损失也在可承受范围内。野生大黄鱼不喜强光，静捕少动，弱光的环境可以更好地模拟海洋栖息环境，更好地提高成活率。我的这几位亲戚合伙开店时可从没有这么早到过店，现在为了看我的笑话这么早就来了，还真是难为他们了。哟，姐夫，一会儿吴老板就要来取货了吧？怎么，来看我的笑话？姐夫，看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们只是担心你交不出鱼。是啊，姐夫，怎么还蒙着纱布啊？害怕吴老板看到鱼都死了？姐夫，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只是包不住火的。别碰！哎呀，姐夫，鱼死了就死了嘛，我们又不会笑话你。是啊，国明，我们今天来就是帮你跟吴老板说说情的，让他把赔偿额减一点嘛。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们？我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看一会儿你怎么收场。呀，吴老板来了，某人要哭喽！要哭的是你们。哟，都在呢。这还是你们合伙开的店吗？这是我自己的店。好啊，自己开店好啊，我早就看好你了，是个做海鲜生意的料。切，一会儿你就知道自己的眼光对不对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吴老板，我是说啊，之前你的那批大黄鱼我们已经转给赵国明了。我知道的，小赵对于高端海鲜的养活是很有经验的，你们转给他我没意见。那好，那要是鱼出了问题，可跟我们没关系。对，什么意思？我的鱼出问题了？可不管我们的事情啊！对，吴老板，我们把鱼转给他的时候可是好好的。对，赵国明他又不傻，要是之前鱼就有问题，他怎么可能接手呢？姐夫，吴老板人都来了，你还用布挡着鱼有用吗？这批鱼太重要了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好了，国明，你就跟吴老板实话实说吧，赔偿的钱我想想办法帮你凑一凑。我可不出1分钱哈。对，某人昨天不是说了吗？从此以后互不相欠。从此两不相欠的确是我说的，但是谁说我的鱼有问题？哎呀，姐夫你就别演了，只是包不住火的。好，那你们就看看我的鱼有没有问题。这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就是啊，这些鱼明明怎么了？难道你是觉得吴老板这些鱼应该出问题才对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以小赵的能力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二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
这些鱼昨天明明都快死了。不知道啊，这样咱们损失可就大了。不过吴老板，这批鱼的确是有大约5%的损耗，5%的损耗是正常区间。一会儿我们把细账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不对，吴老板，你仔细查查这批鱼，赵国明很可能拿养殖的大黄鱼冒充您的野生大黄鱼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养殖的大黄鱼价格可要比野生的第一大块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差点真的高看你一眼了。姐夫这开店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你这么不讲诚信，可做不了成绩。用养殖货代替我的野生大黄鱼。怎么样，吴老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连养殖货和野生货的区别都分不清，谁给你的自信在这里信口雌黄？怎么样，吴老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肯定是用养殖大黄鱼来以次出好。就是啊，姐夫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这不是要砸吴老板的口碑吗？就在我的这2位妹夫卖力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他们这种拙劣的表演将会让他们彻底失去吴老板这样的大客户。小周、小刘啊，野生大黄鱼和养殖大黄鱼有什么区别啊？来，小周你来说说。这养殖的肯定没有野生的好吃，价格也便宜。我让你从海鲜常识的角度说，怎么区别养殖货和野生货，不是问你口感和价格。这个吴老板，周海他的本职工作不是做海鲜工作，他是市里。抱歉，你女婿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感兴趣，可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专业的海鲜存活技术，我做的就是海鲜生意。国明，你来告诉他们这些鱼到底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。主要从4点来判断大黄鱼是不是野生的。野生头小嘴尖，尾细深流线，鳞小金黄，鱼鳍泛红；养殖头大嘴圆，尾短体态肥，鳞大色暗，鱼鳍发白。所以这就是野生大黄鱼。这批鱼货就交给你了。支付宝到账735576元。感谢吴老板，我早就说过，我相信你的技术，好好干，前途无量。吴老板，起开，别碍事儿。你看看我们家的海鲜店规模扩大了1倍，可是附近最大的海鲜店，以后有生意我们继续合作。对对。小赵，以后我的所有海鲜生意只跟你一家做。谢谢吴老板的信任。做海鲜这一行最根本的还是货品的新鲜和品质，这也是我翻身的最大依仗。吴老板是第1个客户，但绝对不是第2个。我的口碑将很快在海鲜圈内传开。走吧。爸，干嘛急着走啊？还留这儿干嘛？留这儿干嘛？当然是分钱呀。分钱？可我分钱！姐夫，你这一单赚了大钱，可都是我们这一家人的功劳，你可别说也要吃独食啊！就是，我们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半价把货转给你的，要不然你能赚到这么大的单子吗？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，我们多年对他们的照顾和忍让，在他们眼中成了我的懦弱好欺负。合同上白字黑字，双方自愿转让货物，所有款项我已经一次性付清，后续我是赔是赚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哼，如果你们不认账，我这里还有当天的录音。录音？赵国明，你至于吗？就这么点小事你还录音？大家可是一家人啊！以前我把你们当成一家人，可你们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？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分红的问题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小秀、小慧孩子上的是国际学校，花销大。爸，您就没想过为什么我的孩子只能上最普通的学校吗？这1年来我拼死拼活去干，为了什么？为的是马兰不再跟我吃苦，为的是妮妮有个更好的将来。反正我不管，至少要把另一半的成本钱给我们。如果你硬要违约，我们可以法庭上见。吴大姐呢？把我大姐叫来，这事儿你说的不算。我家的事情，我丈夫说的当然算。姐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咱们家赔光吗？你这也太狠心了吧！不用道德绑架我们，不是我们让你们扩大店铺的，也不是我们让你们把要死的病鱼转让给我丈夫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们的店赚了大钱，如果这单生意是你们做成的，你们会分给我们1分钱吗？
姐，你原来可不这样。是，我原来不这样，我现在才明白原来的自己有多傻。我现在才明白原来的自己有多傻。说的好像你给我们做了多大贡献似的。是，我没做什么贡献，咱妈走得早，我只是为了你们俩能完成学业，放弃了自己读书的机会。我只是让丈夫一直为这个家没日没夜的干，却拿不到应有的报酬。你是大姐，让着我们点怎么了？我现在明白了，抱歉，我没有这个义务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咱们走。还真以为自己傍上了一个老板就能赚大钱？这么个小店，你能比得过我们？我们位置好，店面大，老客户也全都在我们这里，就怕有的人看到咱们赚大钱眼红呢。哼，我们走，民以食为天，客户的眼睛可比谁都亮。老婆，谢谢你。国明，以前让你为我受委屈了，以后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张总、李总，想要什么海鲜？您看看，我们这儿可都是好货。边走边看吧。哎，张总、李总，你们再看看啊，我们的海鲜都很新鲜啊。听说隔壁街新开了一家海鲜店，店面不大，但是海鲜品质很高。对，价格也很公道。周围几家餐馆好像都是在那儿拿的货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我说这个月来咱们的生意为什么越来越差？都是赵国明搞的鬼。怎么了，老婆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能不愁吗？咱们店的生意都快被赵国明抢光了。哼，就他那个小破店。没错，咱们店里的老客户基本都去他那儿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店可就要关门了。赵国明肯定是动用老关系，把咱们的老客户都拉走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咱们去年1整年的利润和这些年的积蓄可都投进去了。他的店不黄，黄的就是我们店了。是啊，得想个法子。倒是有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表弟郑奎不是因为上个月没看好鱼被爸辞退了，这次有他戴罪立功的机会了。我就说为啥咱家店的生意这么差，果然是被赵国明抢走了。赵国明啊，赵国明，你的心是真狠啊，一家人的生意都要抢。哼，二姐，既然人家都这么现实，那咱们也不用考虑什么亲情了，好戏马上就来了。大姐姐夫忙着呢。对，很忙。大姐，你们家生意这么好，是不是因为价格低呀？价格低，质量可不能保证了，大家可都要小心点呀。我们家的海鲜品质和新鲜度一直都是我们的底线。底线？那可不好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我的肚子好疼，我吃了国明海鲜店的海鲜后，肚子疼得厉害啊！哎呀，我的肚子太疼了，国明海鲜店的海鲜有问题啊！大姐，你家的海鲜质量这么差呀？看把人家顾客吃的。是啊，要是海鲜有问题，再便宜也不能买，吃出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你们，哎呀，国明海鲜店卖臭鱼烂虾，吃死人不偿命啊！这位先生，您确定是吃我们家的海鲜导致严重腹痛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是吃了你家的海鲜肚子疼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是吗？你放心，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吃我家海鲜导致腹痛，我不但承担你的医药费，还可以10倍赔偿。啊，态度不错，但是事后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家的海鲜还是不好。要是把人吃坏了，你赔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呀？就是，好像谁稀罕你的医药费似的。你们俩还真是热心肠啊！那当然，我们开店做生意，自然要讲究保质保量，诚信至上。对，就算你是我们的姐夫，我们也不能看着你坑顾客。保质保量，诚信至上。好，希望你们自己能说到做到。姐夫，你就别操心我们了。有个顾客因为吃你家海鲜都生病了，你怎么解决啊？我的肚子好疼啊！这位先生，你说是吃了我家海鲜肚子疼的，那你是吃了什么海鲜啊？我吃了梭子蟹，还有带鱼。那请问你说的这2种海鲜是多少钱1斤从我们家店买的呀？那请问你说的这2种海鲜是多少钱1斤从我们家店买的呀？我。哎呀，姐夫，人家都病成这样了，谁还能记得清早上什么价格买的海鲜？对，我忘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早上从我们家买的海鲜，现在刚中午就忘记价格了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你跟我说这些没用，我就是吃你家海鲜吃坏的。好，早上来我们家买的海鲜是吧？媳妇儿，把早上店里的监控调出来。好。啥？还有监控？为了保证海鲜的质量，我们店当然有监控。那不是早上买的，是昨天买的。没问题，我们的监控会保存1个月啊，1个月啊！我之前的话没说完，
如果您是吃了我家海鲜生病，我承担医药费和10倍赔偿。但是如果你是故意讹诈，我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。啊，这嫂子这咋整？我不想被抓呀！你跟我说干什么？谁是你嫂子？我认识你吗？哎，这不是上个月还在你家店看店的小郑吗？我记得他说他是你老公的表弟来着。我不认识他。嫂子，你咋不认识我了呢？不是你让我来这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明摆着是看着人家店生意好，在这里故意抹黑人家呢。就是啊，国民家的海鲜口碑怎么样，大家都很清楚，要不然为什么大家都来这里买？这也太丢人了吧！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。嫂子，现在咋办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店里很忙，先走了。嫂子，你等等我呀！我在这里重申一下，但凡我国民海鲜店的海鲜有任何质量问题，我10倍赔偿。但是我也可以向大家保证，国民海鲜店价低物更美。感谢新老客户的支持，国民海鲜店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张第2家分店。为了回馈大家，我宣布，接下来1个月内2家店所有海鲜全部88折。瞧把他神气的，还分店，他这分店一开，咱家的店就更不好做了。这2个月的账你们也都看见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别说赚钱了，咱们连这个月都撑不过去。我说你们2个大男人，快点想想办法呀！看来只能我拉下老脸了。爸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没办法给你们注资。国明，大家说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，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血本无归吗？是啊，姐夫，以前都是我们不懂事，你千万别跟我们计较。大姐都是我们不好，你劝劝姐夫吧。咱们家店规模扩大了好几倍，现在我们连房租都要交不起了。我们家的事情都由国明做主。抱歉，以你们店现在的经营情况，我没法注资。赵国明，你这是要把爸往死里逼啊！就是啊，做人不能这么冷血吧，一点亲情都不顾。你们不用道德绑架我，当时可不是我让爸加大投资，也不是我把店经营到要倒闭的状态。我不管你要是不注资，我今天就不活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。姐夫，你同意注资了？注资不行，但是可以收购。注资不行，但是可以收购。什么？收购？以市场价的80%收购整个店。80%？80%那不行，我们前后投入了300万，80%我们赔大了。对，收购不行。我们只接受注资，100万10%的股份，100万20%的股份也行，反正不能收购。就是收购了，咱们以后还怎么赚钱？就算要卖店，市场价也有大把人去买，轮得到你吗？没错，你这就是落井下石。如果你们店的经营情况非常好，收购价格自然有溢价。但是以你们现在的经营情况和口碑，你们可以打听打听，谁敢收购你们的店？我这不是在落井下石，而是在救你们。80%收购你们的店，我们也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和风险。这是看在一家人的情面上，我和国明最大的让步了。好了，解决方案我已经给你们了，既然你们不同意，就请回吧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。你不注资我就不走了，你也别想做生意。我不想搞得特别难看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好了，够了，我同意收购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爸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8成价格卖给他，我们得凭空亏几10万。爸，别听他危言耸听。实话说，我通过学校的关系，刚才联络到了商会的高端投资人孙总，人家才叫财大气粗。孙总答应到我们店里看一看，只要孙总愿意出手，全价盘下我们的老店，轻轻松松。我们凭什么要便宜赵国明？既然你们有更好的出路，那就请便。老婆，我们去后厨清点刚到的新货，别耽误了客人的订单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真以为这4条街就你一家收店的？爸，咱们走。就是爸，孙总刚刚给我发信息了，说他已经在去咱们店的路上了。走，等咱们全价把店盘给孙总，看赵国明怎么打自己的脸。来了，
总来了。孙总，您可算来了。您看看咱们这店面，规模比隔壁街那家还大1倍，绝对是稳赚不赔的商铺。孙总，按照电话里谈的，咱们今天就把全价转让合同给。稳赚不赔？周老师，你是教书了吧？上个礼拜你们指使郑奎去碰瓷国民海鲜店，结果被人家调监控，全网曝光。现在这一片谁不知道你们店口碑臭大街了？您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在这条街上没有我孙某人不知道的事情。你们店盲目扩张，现在客流断绝，还倒欠了商铺房东整整3个月的巨额租金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吧？哼，没了赵国明的维护技术，你们这些进口机器就是一堆废铁，想让我全价接盘？那孙总，你能出多少？5成，市场价的50%，多1分钱我掉头就走。5成，市场价的50%，多1分钱我掉头就走。5成？孙总，你开玩笑吧？这店前后我们可是砸了整整300万啊！5成卖给你，我们得活活赔进去100多万。孙总，我们家全靠这个店翻身了，您再加点，好歹给个8成啊！8成，给你们5成都是我做慈善。明天房东一走法律程序起诉你们房租违约，你们连1成都拿不到，还得背上一屁股债。不卖了，我不卖了。不卖？好啊，那老头子你就带着你这2个女婿一起等着明天法院查封，去当征信黑名单上的老赖吧。爸，我们不能变老赖啊！一旦成了老赖，我们的工作就完了。难道我们真的要去跪着求赵国明吗？作茧自缚，真的是作茧自缚啊！大姐，姐夫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救救全家人吧！大姐夫，孙总那个黑心干的只给5成价格，卖给他我们几家就彻底倾家荡产了。咱们按之前说好的8成价格我们卖给你。是啊，姐夫，以前都是我们不懂事。常言道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大家到底是一家人。爸的身体也经不起折腾了，你现在发达了，就拉大家一把吧。8成。马慧、马秀2位高学历的妹夫，你们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昨天是谁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落井下石，让我拿8成价格去打发叫花子？你们口口声声说一家人，给我分红1万的时候，你们把我当一家人了吗？把药的病鱼强行转让我，想让我背上150万债务的时候，你们当我是一家人了吗？指使郑奎来碰瓷抹黑我的时候，你们当我是一家人了吗？我给过你们最后的体面，是你们自己亲手砸碎的。姐夫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我们是一时糊涂啊！求求你大发慈悲，8成，就按8成把店收了吧。大姐，你说话呀，大姐，你最疼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人被逼上绝路啊！银行的催款单天天轰炸，还不上钱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了。现在知道我是大姐了。当初你们克国民血汗钱，逼我们一家人过苦日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大姐？我早就说过，我家的事情全由我丈夫做主。姐夫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我跟周海不能背上征信黑名单啊！明天房东一走法律程序，我们一旦变成老赖，在单位和学校的铁饭碗就彻底砸了。是啊，姐夫，你就当是做慈善，救救我们2个。200多万对现在的你来说就是毛毛雨，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现在想要我盘下老店，可以，但我只出3成，市场价的30%。3成？赵国明，你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？6成，最少6成。刚才人家商会的孙总还给我们开价5成呢。就是啊，姐夫，3成才90万，我们几家把身家性命全砸进去了，90万拿回去，我们连银行的无抵押贷款都填不满。你现在动辄日进斗金，手指缝里丢掉一点就够我们活了，哪怕你多给个几10万也行啊。姐夫，做生意
讲究个各退一步。你把老店收过去，里面的高档装修和进口设备全都是现成的，你再加3成、6成，6成我们立刻就签。既然孙总愿意出5成，你们刚才怎么不卖？因为最近你们的销售额不但快速下降，而且因为口碑问题被多次投诉，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，对吗？好，既然你们觉得3成少，那今天这合同不签也罢。老婆，送客。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嫌不够丢人吗？国明，3成就3成，我卖。赵总，如今国民集团市值已经突破10亿，您的海鲜城更是开遍了全国，从当年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市井看店人，蜕变成如今的全国餐饮巨鳄。请问您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眼光和永不妥协的底线。在这个行业里，总有人觉得投点钱就能高人一等，总有人以为投机取巧就能长盛不衰，但我始终坚信，只要把品质做到极致，哪怕起点再低，也能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天大道。赵总，如今国民集团市值已经突破10亿。人家赵国明现在都把产业做到上市了，要不是你们2个败家娘们当年天天算计克扣大姐夫，咱们现在能挤在这破房子啃盐菜。刘建兴，你个没用的窝囊废！你现在怪我了。当年分红数钱的时候，你不是挺能装的吗？现在你连个工作都找不到，成天只知道喝酒，你就是个废物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催债的明天就上门了，拿不出钱咱们全都要去坐牢。看看赵国明买栋别墅跟买白菜一样，咱们呢连1万块都拿不出来。报应，这就是爸当年一碗水端不平的报应啊，把我们全家都害死了。凭什么让我交钱？难道你不应该交钱吗？大姐，大姐夫，你干什么？别拉我！兰兰，国明，爸瞎了眼啊，爸当年该死，求求你们拉一把，拉拉你们的亲妹妹。爸，我们今天过来是帮你缴清医疗费，这笔钱算是我替马兰还了你的生养之恩。至于他们，我们早已和他们没有半点瓜葛。国明，走吧，下午集团在总部还有一个跨国项目等着你回去签字。好。爸，你好好养病。